大家好，今天在野又来给大家带来一个震撼弹，中国那个号称全球最大规模的行业高铁，看来是要玩完了。不光如此，中国的整个经济形势也是一片愁云惨雾，可以说是迎来了灭顶之灾呀。说到中国的高铁，大家第一反应是不是觉得很厉害？号称全球最大的高铁网络，15年时间里修建了4万多公里的线路，2500多个车站，听起来是不是很了不起？但是这辉煌的数字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黑暗秘密，那可就让人不寒而栗了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一个吓人的数字：6.13万亿。没错，这就是中国高铁网络的总负债。各位可以想象一下，这是多么庞大的一笔钱，这可不是小数目啊！这相当于多少老百姓一辈子的血汗钱。但是真正可怕的不仅仅是这个天文数字，更让人心惊的是，在这么多的高铁站中，有多少是真正在发挥作用的呢？再也给大家举几个血淋淋的例子。南京江浦站，听名字挺气派是不是？2011年就建好了，可结果呢？列车从这儿呼啸而过，愣是不带停的，这不是糟践钱吗？再说说湖南衡阳站和江苏南京紫金山东站，这2个站可有意思了。建好了多年，却一直没启用过，你说这是不是典型的面子工程？花那么多钱建站，就为了看着玩？最绝的要数海南儋州的海头镇站了。为了这个站，他们可是下了血本，整整砸进去4000万。结果呢，足足闲置了7年，最后被逼得没办法才开通。可即便开通了，运营成本还是高得吓人。这钱不是打水漂了吗？这些所谓的幽灵车站，就像是中国高铁网络身上的一个个毒瘤，不断地吞噬着国家的财富和资源。他们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，更暴露出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。盲目追求政绩，缺乏合理规划，结果就是这么多幽灵车站横空出世，成了咱们纳税人钱袋子里的一个大窟窿。看到这些数据，大家是不是觉得太可怕了？这么多车站建了却不用，这不是在烧钱吗？而且你们知道吗？这还只是冰山一角。再来看看中国各地的一些所谓基础设施项目，简直是白象工程满天飞呀！比如宁波，花了2个亿人民币建了个地铁站，结果呢，就孤零零地处在农田里荒废着。甘肃天水更狠，搞了个有轨电车，投资巨大却难以盈利。这个西北小城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大手一挥就搞了个有轨电车项目，投资巨大，气势恢宏，却忽略了一个小细节，根本没人做呀。结果可想而知，这个项目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吞金兽，年年亏损，却还得硬着头皮运营下去。说到有轨电车，广东珠海的故事更是让人哭笑不得。他们前前后后砸了26个亿，兴师动众地修建了一条有轨电车线。结果呢，才运营了短短3年半，就宣告失败，全线拆除。这可真是中国最短命的有轨电车了，也是最昂贵的一次试错。最后再说说甘肃天水，这个城市在有轨电车项目上可真是玩出了新高度。为了这个项目，他们一口气举债90亿，结果呢，每年亏损3800万，简直是在烧钱取暖啊！佛山的高明区也不甘示弱，他们搞了个听起来很高大上的氢能有轨电车，投资8.38亿，信誓旦旦要引领绿色交通革命。可惜啊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没过5年，这个项目就因为设备检修停运了。其实呢，大家心知肚明，真正的原因是根本没人做，你敢相信吗？到2021年的时候，平均每天才578人坐这个车，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公交线路呢。说到这儿，大家可能会问，为啥地方政府这么疯狂搞基建呢？答案很简单，为了政绩啊！
官员们为了显示自己干了大事，就拼命上马这些项目。有轨电车就成了他们的最爱，因为门槛低，好上手。结果呢，全国23个城市搞了有轨电车，真正能达到国家标准的还不到30%，这不是在糟蹋钱吗？更可怕的是，这些烂摊子最后都得老百姓买单。地方政府为了还债，只能提高水电气费，普通人的生活成本蹭蹭往上涨。这些所谓的基建不但没给老百姓带来好处，反而成了压在他们身上的大山。现在有关部门似乎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最近国资委下了道现金令，要求央企国企剥离金融机构资产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简单说，就是不让这些大企业再在金融圈里浑水摸鱼了，要他们专心搞实体经济。这一政策反映了监管部门对金融风险的担忧，以及其引导资金回流实体经济的意图。然而，这种大规模的调整可能会对金融业造成巨大冲击，进而影响整体经济稳定。但是，这个现金令真的能解决问题吗？恐怕没那么简单。要知道，金融资产在央企中可是占了很大比重，有的上市央企甚至80%以上的资产都跟金融有关。这下子要他们放弃，那不是要了他们的命吗？而且现在中国经济形势这么差，实体经济都快玩完了，你让这些企业往哪儿投资去？不少专家都说了，这波整顿很可能会引发金融业大地震，搞不好连带着整个经济都得遭殃。说到这儿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最近金融股可是涨得挺欢啊，尤其是4大行的股票，简直是飞上天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有专家分析说，这其实是一种避险行为。因为现在中国经济这么差，房地产也不行了，大家都没地方投资，只能把钱往这些看起来还算稳定的金融股里塞。但是，这种看似繁荣的现象背后，隐藏着巨大的风险。银行的投资回报率已经低得可怕，基本上开门就是亏损。有人说，这种情况能撑多久？如果撑不住了，那对整个经济的打击可就是灾难性的了。更糟糕的是，他们现在还想让这些国企把钱投到所谓的战略项目上去。什么芯片啊，半导体啊，听起来是挺高大上，但是这些项目风险有多大，大家心里没点数吗？动不动就破产，谁敢真金白银往里投？中国经济和金融业目前面临着多重风险。银行业正经历净值差接近警戒线、净利润率下降和投资回报率低迷等问题。同时，金融股的异常上涨可能掩盖了实体经济的困境。资产质量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。企业债务违约数量的减少，可能并不意味着情况好转，而是银行可能在掩盖不良贷款。此外，银行面临着严重的流动性风险，既要支付存款利息，又难以收回贷款本息。在更广泛的经济层面，实体经济正在衰退，房地产市场低迷，股市表现不佳，这导致了投资困境，缺乏优质投资标的，一些国有企业可能被迫投资高风险项目。政策风险也不容忽视，最近的现金令可能引发金融业震动，而强制引导资金流向可能加剧风险。最后，持续的货币宽松政策可能导致汇率问题，潜在引发通货膨胀风险。这些风险相互关联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经济金融风险网络。如果某一环节崩溃，可能引发连锁反应，对中国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。说到这儿，大家可能会问，那中国政府就没有办法了吗？当然有啊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印钱呗。真要是银行没钱了，那就降准印钞票，反正中国又不是没这么干过。但是这么干的后果是什么？那就是汇率崩盘，到时候恶性通货膨胀就来了，老百姓的钱就会变成一堆废纸。最近美联储降息了，很多人以为
中国也会跟着降息。结果呢，中国人民银行压根就没动，为啥？还不是怕一动就全盘皆崩。这就像是在玩俄罗斯轮盘，谁也不知道下一枪会不会打中自己。说到底，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可以说是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关头。那些所谓的基建狂魔们烧钱烧出来的政绩，那些金融大鳄们玩命炒作出来的繁荣，都像是一座座定时炸弹，随时可能引爆。到时候遭殃的还不是咱们老百姓。所以啊，大家可得擦亮眼睛，看清楚这些表面的繁荣背后到底藏着多少危机。别以为高铁修得多，楼盖得高就是经济好，真正的经济健康，那可不是靠烧钱就能烧出来的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。大家要是觉得在野说的有道理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转发、分享啊！咱们下期再见。